我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的人你对他掏心掏肺，最后换来的却是狼心狗肺？十善业道经中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。众生在六道轮回就像风车转动一样，因果业力从未停歇，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都背负着过往的档案，这就导致了虽然大家外表披着的都是人皮，但骨子里的福报和习气却是千差万别。实话告诉各位，轮回的烙印是洗不掉的。一个灵魂若从畜生道转生为人，哪怕他现在穿着名牌，打着领带，头发梳得光鲜亮丽，但他骨子里带来的那股兽性习气根本藏不住。这就好比中医看病，有猪内必行猪外，肝不好脸就发青，肾不好眼圈就黑。同样的道理，一个心术不正带着兽性余毒的人，他的眼神，他的举止，甚至他身上的气味都在泄露他的底牌。只要你懂点门道，拿我这面照妖镜一照，妖魔鬼怪马上现形。今天我就要带大家来揭开这张看不见的因果网，这不仅仅是看人，更是保命的智慧。为了让大家听得透彻，我先从一位眼神毒辣的老和尚净空法师的故事讲起。在一座深山古刹里，住着一位修行了60多年的高僧，法号净空。这位老和尚平时不怎么说话，但他看人不用看第二眼，直接能看穿到你骨髓里去。有一天，山下来了个年轻人，叫林东明。这小伙子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实人，樵夫出身，平时吃苦耐劳，从来不占别人便宜。但他最近苦恼得很，觉得自己活得太窝囊了，身边总是遇人不淑，被人坑得很惨。他特地放下手里的活，跑到庙里去求大师指点。林东明见了大师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，一脸的困惑，眼泪都要下来了。大师啊，我从小听老一辈讲因果报应，六道轮回，可我怎么也想不通，那猪啊狗啊真的能投胎做人吗？要是真能做人，他们以前那么笨那么野，怎么能变得跟我们一样呢？为什么我这么真心待人，换来的却是被咬一口？净空大师盘腿坐在蒲团上，手里端着一杯热茶，轻轻吹了吹飘在上面的茶叶。他眼皮都没抬，嘴角却挂着一丝笑，那是一种早就看透了世间百态，带着点慈悲的笑。大师慢慢喝了一口茶，声音沉稳的像那山里的古钟，一字一句的敲在林东明的心上。施主啊，你问到点子上了。佛陀早就说过，众生因为造业不同，在六道里轮转。这就好比你搬家，你从破草房搬进了砖瓦房，房子是变了，但你这个人爱乱扔垃圾的坏毛病是不是也跟着带进新房子里的？林东明一听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好像抓住了什么，但又没完全懂。大师放下茶杯，接着说，畜生道也是如此。若是一个生命前世太愚痴太贪婪，堕入畜生道受苦，等罪受完了，机缘到了，确实能再投胎做人。但是说到这儿，大师话锋一转，眼神突然变得犀利起来，直直地盯着林东明。身体换成了人身，但灵魂深处那个兽性的烙印可不是一碗孟婆汤就能洗干净的。这些顽固的习气会跟着他来到这一世，深深地刻在他的性格里，表现在他的脸上。林东明听得直冒冷汗，赶紧追问，大师，那这些披着人皮的众生到底长什么样？我这种凡夫俗子怎么才能认出他们，好躲远点呢？净空大师伸出一根手指，指了指林东明，又指了指山下的红尘世界，缓缓说道，不急，老衲今天就给你好好说道。这世间有6种人，你若是遇到了，千万要小心。他们虽然有人形，但没人味儿。各位朋友，这林东明问的问题，是不是也是你们想问的？你们仔细回想一下，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？贪得无厌，像个无底洞，怎么填都填不满。冷血无情，用得到你的时候笑脸相迎，用不到你的时候一脚踢开，胡搅蛮缠，见不得你过好日子，非要把你家弄得鸡犬不宁。这6种人可能就是你的朋友，你的邻居，甚至是你的枕边人，你的血亲。为什么我要说他们虽然是人身，却有人面兽心？这不是骂人，这是诊断。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，但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听进去，因为学会分辨这6种人，不仅仅是看风水，更是在保命。来，大家坐好，听净空大师接着怎么说。
净空大师手里的佛珠轻轻拨动了一下，看着林东明说，这第一种叫贪得无厌之人。佛经里讲，以贪欲故，常生恶鬼畜生。这种人前世多半是堕在猪身。各位，我看了半辈子的人，这种猪性的人其实在人群里最好认，但也最伤人。为什么说最伤人？因为这种人往往不是外人，恰恰就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，是你怎么甩都甩不掉的吸血鬼。我们中医讲有猪内必行猪外，这种带着猪习气投胎来的人，他在身体和面相上有一套很典型的特征。来，大家对照一下：一，脖子粗短，肉松垮。你看这种人，那个脖子往往是跟脑袋连在一起的，分界线不明显，而且脖子上的肉不是紧实的，是松松垮垮堆在那儿的。在中医里，这叫气虚湿阻。为什么会湿阻？因为他吃得多，动得少，体内的垃圾排不出去，全是欲望化成的浊气。这种人通常身体沉重，懒得动弹，只有见到利益的时候，动作才比谁都快。二，眼神浑浊，直勾勾。你们注意观察，正常人的眼睛是有神采的，是灵动的，但猪性的人眼睛像蒙了一层猪油，浑浊不清。最明显的特征是，当他看见好东西，比如看见一叠钞票，或者看见桌上的一盘好料，他那个眼珠子就直勾勾的不动了，瞳孔放大，恨不得把那个东西一口吞下去。这就叫贪婪之相。三，吃相难看，天生护食，这点最准。不管他平时装得多么斯文，一到了饭桌上，本性就露出来了。好菜刚上桌，大家还没动筷子，他的筷子先伸过去了，夹了一大块肉，还要在盘子里翻两下，挑肥拣瘦。吃东西的时候，嘴巴吧唧吧唧响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吃得香。这就是骨子里带来的抢食习气，在他潜意识里，如果不抢就没有了。我们到了这个年纪，最怕遇到什么样的猪性人？我给你们讲个最真实的场景，你们听听熟不熟悉？往往就是那个平时1年都不给你打个电话，连你生病住院他都装不知道的亲戚。突然有一天，听说你家老房子都跟了，赔了一笔钱，或者是听说你刚领了一笔退休金，结果第二天一大早门铃响了，打开门一看，是他手里提着2箱超市促销的牛奶，或者是路边摊买的几个烂水果，满脸堆笑着。进了门，屁股还没坐热，牛奶还没放下，他就开始演戏了。先是夸你身体好，夸你房子大，然后话锋一转，开始哭穷道，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我现在日子苦啊，孩子上学要交学杂费，我那个生意又亏了本，房贷都还不上了。说着说着，眼泪都要下来了。你是个老实人，就像那个林东明，心一软，觉得毕竟是亲戚，能帮一把是一把，于是你把你省吃俭用的老本拿出来借给了他。结果呢，借钱的时候他是孙子，恨不得给你跪下，等你急着用钱。比如你要看病，或者你想让他还钱的时候，他马上成了大爷，你给他打电话他不接，你上门找他，他理直气壮地呛你，二舅，你那么有钱，还在乎这点小钱吗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怎么这么小气？你也太不讲亲情了吧。大家听听，这话气人不气人？但在猪性人的逻辑里，这是天经地义的，因为猪的逻辑只有2个字，索取。如果你不给他吃，那就是你的错，他永远不会记得你给过他多少饲料，他只记得今天槽子里是空的。净空大师看着林东明，严肃地警告说，施主啊，这种人的欲望是个无底洞，如同道德经所言，祸莫大于不知足。你若心软，以为多给点钱就能感化他，那是做梦。你是在拿自己的养老命去填一个填不满的坑，最后把你吸干了，他还要骂你肉太老血太少。所以各位听我一句劝，遇到这种猪性的人，不管他是你的侄子、外甥还是什么远房亲戚，别讲什么亲情面子，记住2句话，这是保命的口诀。一，救急不救穷。如果他是真的生病住院等着救命，我们可以帮，但如果是为了还赌债，为了买车买房来哭穷，1分钱都别给。二，帮笨不帮懒。如果他肯干活，就是笨点，我们可以指条路，但如果他是想不劳而获，想靠吸你的血过日子，早点断了他的粮。断粮是对他好，更是保你自己的命。你的养老钱，那是你的安身立命之本，
绝对不能扔进猪圈里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接着讲刚才讲的朱姓虽然贪，但还好防，因为他要什么都写在脸上。现在我们要讲的这第二种，大家可以得打起12万分的精神，因为这第二种人比猪更可怕。猪只是贪吃，顶多让你破点财。这第二种人是要命的。净空大师喝了一口茶，摇了摇头，接着说，这第二种比猪更可怕。他们前世是蛇，冷血阴毒。佛经里讲，以嗔恚故，常生毒蛇毒龙。什么叫嗔恚？就是心里那股子怨气，恨意化不开。这种人投胎做人以后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冷。大家记住了，这种人脸上带着一股子常人没有的阴寒之气。在中医里，我们讲心开窍于舌，脾开窍于口。嘴巴和嘴唇往往能看出一个人的情义厚薄。来，我教你怎么分辨这种蛇性人。一，上嘴唇特别薄，且色泽发暗。大家注意看，正常人的嘴唇是红润饱满的，但这种人上嘴唇薄得像张纸，而且颜色发紫发暗。相学上讲，唇薄者言语刻薄，情意淡薄。这种人能说会道，但他嘴里说出来的甜言蜜语千万别信，那都是没有心的。一旦你没利用价值了，他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二，平时和气，翻脸现三角眼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这种人平时看着挺斯文，甚至总是笑眯眯的，但是一旦你涉及到了他的利益，或者是你哪句话说的他不爱听了，你注意看，他那个眼睛马上会变成三角形，上眼皮在那一瞬间会塌下来，露出一股寒光，就像毒蛇吐信子之前锁定的猎物一样，这叫杀气。三，皮笑肉不笑的面具脸。他笑的时候，只有那层薄薄的嘴皮在动，脸上的肌肉是僵硬的，眼睛里更是一点温度都没有。你看着他在笑，但你心里会觉得发毛，这就对了，那是你的直觉在救你。这种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通常是谁？我讲个实在的，往往是那个在关键时刻背后捅刀子的至亲。这也是我见过最多的悲剧，父母还躺在加护病房里哼哼的，身上插满了管子，生死未卜。如果是孝顺儿女，这时候急的那是团团转，砸锅卖铁也要救命。但这个蛇性的兄弟姐妹呢，他在病房外面拉着医生，不是问病情，而是把你拉到角落里，压低声音说，老二，老爸那套房子的权状在哪？趁他现在还有口气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让他盖个章，把过户办一办，不然万一走了，这遗产税可高了。或者别让老三那个外人抢了去。你看他的血是冷的，为了多占一分地，能把亲兄弟告上法院，为了少出一份医药费，能把亲爹亲妈扔在医院不管，理由还特别冠冕堂皇，我这也是为了这个家好。还有一种更隐蔽的蛇，常常出现在婆媳或者岳婿关系里。比如有的媳妇当着邻居的面挽着婆婆的手，那是亲热的不得了，妈长妈短的叫着，大家都夸她孝顺懂事。可一回到家，关上门，那个脸马上拉下来，像结了冰一样。你多吃一口菜，他嫌你脏；你咳嗽一声，他嫌你麻烦。你要是敢跟儿子告状，他比你还委屈。眼泪说来就来，还要在枕边挑拨离间，说是你老糊涂了，是你故意找茬，是你难伺候，结果弄得儿子跟你也离心离德，这就是口蜜腹剑。这种人心里是没有长幼尊卑的，只有利益算计。大师警告林东明，施主千万别被他们的花言巧语给骗了，这种人就是典型的两面三刀，你对他再好都没用。农夫与蛇的故事听过吧？你以为你用胸口那点热气能焐热他？错了，那是冷血动物。等他醒过来，有了力气，第一口咬的就是你。诸位，亲人之间谈钱最伤感情，但也最见人品。如果你身边不幸有这种蛇性的亲戚，我给你2条硬建议。一，该算的账必须算清楚，别不好意思，别想着吃亏是福。在蛇面前，吃亏就是软弱，就是给他咬你的机会。借钱要有借据，分家要有字据，白纸黑字比什么感情都靠谱。二，该立的遗嘱早点立。很多老人家忌讳这个，觉得立遗嘱不吉利。我告诉你，不立遗嘱才是不吉利。趁着自己脑子清楚，把财产分配好，去法院公证或找民间公证人公证下来。别指望他们良心发现，他们的良心早就被狗吃了。
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和权状，那才是你晚年最大的尊严。好，前面讲的那2种人，猪和蛇，那是明着坏，你还能防备。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第3种和第4种，他们可能不像前2种那么坏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累人。跟他们在一起，你不会马上流血，但你会觉得心累、气短，就像身上背了个丝棉袄，越走越沉，日子越过越没奔头。净空大师喝了一口茶，看着林东明那一脸的苦相，叹了口气，伸出了第3根手指。这第3种叫愚痴懒惰之人，前世为牛，因为没有智慧，只知道卖苦力，或者连苦力都不想卖，这辈子依然是浑浑噩噩。大家注意，我这里说的牛，不是那种勤勤恳恳耕田的老黄牛，而是那种犟牛、笨牛。佛经里讲，以愚痴故，长生牛羊。这种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开窍，你跟他说东，他往西，你跟他讲道理是对牛弹琴。这种人你一看他的精气神就不对劲。中医讲，神藏于心，发于目，一个人的神散了，人就废了。来，大家对照一下，眼神呆滞，目光散乱，跟他说话，他那个眼睛是直的或者是闪的，聚不交，半天反应不过来。你问他一句，听懂了吗？他愣了3秒，点点头，其实根本没过脑子。你让他办个事，他左耳进右耳出，转头就忘。张嘴呼吸，神情木讷，这点从中医上讲很严重，很多这种人平时没事就张那个嘴，好像合不拢似的。我们道家讲开口神气散，一天到晚张着嘴，你的元气全漏光了。这种人往往脑子就是一团浆糊，缺氧转不动。坐没坐相，站没站相，整个人像没骨头一样往沙发上一瘫，能躺着绝不坐着，能坐着绝不站着，这叫懒骨头。你看他走路拖拖拉拉，鞋底磨得一边高一边低。各位做父母的这辈子最操心的是什么？不怕孩子没出息，就怕啃老。他不像朱星人那样主动来骗你的钱，他是根本就没欲望也没动力，就像一滩烂泥。你们看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孩子，30好几了，大学毕业好几年了，也没个正经工作，天天窝在家里，门窗紧闭，拉着窗帘，屋里一股霉味，饭送到门口都懒得拿。你看着着急啊，托人给他找个工作，结果呢，他干了2天就不干了，跑回家跟你抱怨，哎呀妈，那个活太累了，要早起，那个老板说话不好听，伤我自尊了，同事排挤我，理由一大堆。你让他去学个手艺，他说太难了，我学不会。你骂他2句，他就跟你冷战，甚至离家出走，吓得你赶紧去哄他。这就是典型的牛性，他没有生存能力，也没有羞耻心，就觉得自己应该被养着。除了孩子，还有一种情况是家里的老伴。有些老姐姐跑到我诊所来哭诉，老师啊，我家那老头子真是一头犟牛，气死我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家里水管坏了，在那哗哗流，他看见了也不修也不叫人，就在那看着，垃圾堆在门口都要发臭了，他不知道顺手扔一下。你跟他说，老头子，你血压高，那个剩菜剩饭别吃了，倒了吧。嘿，他跟你急眼，非说我吃了一辈子都没事，你就是败家，怎么教都教不会，怎么说都说不通。你要是多说2句，他就跟你耍牛脾气，10天半个月不理你。这就是佛经里讲的愚痴，他不是故意气你，他是真不懂，真不开窍，活在自己的那个封闭的小世界里。大师告诉林东明，施主遇到这种人最是无奈，他们就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，你背着他走，累得半死，他还在你背上睡着了，你越帮他，他越废。你给他钱，他不知道怎么花，你给他铺路，他嫌路不平。和他在一起，你的能量会被他那种死气沉沉给耗得一干二净。所以对于这种牛性的人，我给你个方子，这味药叫断奶。对于孩子狠下心来，断了他的经济来源，别怕他饿死。一个大活人饿了自然会去找食吃，你不能什么都替他干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，你替他背了，他就永远长不大。放手让他去撞南墙，只有撞疼了流血了，这头牛或许还能醒过来，你一直喂着，他就永远是一头待宰的牛。对于糊涂老伴，别跟他较劲，他不愿意动，你也别伺候他，把你自己照顾好，
去公园跳跳舞，去旅游。当你不在乎他的时候，他反而可能还会慌神，还会主动来找你。记住，你的慈悲如果用错了地方，那就是害了他，也苦了你自己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接着讲。刚才讲的牛是慢吞吞把你拖死，现在我们要讲的这第4种人恰恰相反，他是急惊风，是专门来坏事的。这种人可能不像前几种那么坏，也没有害人的心，但他们有个大毛病。净空大师伸出第4根手指叹息道，这第4种最容易坏事。他们前世是鸡，脑容量小，这就导致他们这辈子目光短浅，只看眼前3寸地，且生性急躁易怒。大家看过鸡吃食吗？那头点得像捣蒜一样，咯咯咯的抢，根本顾不上周围有没有危险。这种人投胎做了人，最大的特征就是躁，心火太旺，肾水不足，压不住火。这种人在人群里特别好认，你只要看他那个动静就知道了。1. 眼神游离，坐立难安。你看他坐在那儿，屁股像长了刺一样，扭来扭去，一刻也静不下来，眼珠子乱转，东看西看，但你问他在看什么，他又说不出来，这就叫神不守舍。在中医里，这是心神浮跃的表现，心定不下来，智慧就生不出来。2. 语速快，声音尖细，全是废话。这种人说话特别快，咯咯咯说个没完，而且声音往往比较尖锐，听的人脑仁疼。最要命的是，他说了半个小时，你仔细一听，全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，没有一句重点。你要是打断他，他还要跟你急。3. 遇事慌张，六神无主。遇到一点小事，比如家里停个水，孩子感冒咳嗽一声，或者听说隔壁老王住院了，好家伙，他马上吓得脸色发白，满屋子乱转，在那喊，哎呀，怎么办啊？是不是要出大事了？完全没有一点定力。这种人最容易成为谁的猎物？告诉大家，就是那些卖假保健品、搞电信诈骗的骗子。为什么很多老人家一辈子省吃俭用，连块肉都舍不得买，最后却把几十万的养老金在一夜之间全被骗光了？就是因为犯了这鸡性，只看眼前那一把米，看不见后面的刀。我给你们还原个场景，社区楼下来了个办健康讲座的，宣传单上写着，来听课免费领1箱鸡蛋，还送1口锅。这鸡性的人一听，眼睛马上亮了，脑子里全是那1箱鸡蛋，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。他一大早就去排队，听那个所谓的专家在那呼隆，各位大哥大姐，我们要感恩这个神药包治百病，还是航天科技，今天厂家搞活动，买1万送5000，名额有限。这时候他那个急躁的劲儿上来了，他根本不去想这药有没有毒，也听不进儿女的劝，甚至偷偷摸摸去银行把定存解约取出来，全买了一堆全是淀粉的假药丸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怕抢不到啊。因为骗子跟他说，你吃了这个药能活到100岁，他怕死又贪小便宜。等到骗子卷钱跑了，他才坐在地上哭天抢地。还有一种激性的表现，叫听风就是雨。他在社区里溜达，听到一点风吹草动，哎呀，听说银行要倒闭了，听说盐要涨价了，以后买不着了。他也不求证，也不思考，甚至都不问问家里明白人。第一个冲去超市抢盐，买了几百斤堆在床底下。第一个跑去银行排队取钱。这就是《论语》里说的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整天活在惊恐和焦虑里，自己吓自己，还把这种恐慌传染给全家人。大师语重心长地对林东明说，施主，这种人是典型的惊弓之鸟，他们没有智慧去辨别真伪，没有定力去面对现实。你若是把家里的财政大权交给这种人，或者听信他的小道消息，那你就要倒霉了。因为他今天能为了2斤鸡蛋把养老金搭进去，明天就能因为别人的一句挑拨，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。各位，如果你的家里有这种激性的老伴或者父母，我教你2招。1. 坚决收回财政大权，这没什么好商量的。告诉他，你的任务就是锻炼身体，钱的事你别管，存折、密码千万别让他知道。这不是不信任，这是帮他守住棺材本。2. 大事千万别跟他商量家里有什么重大决定，或者有什么不好的消息，能瞒就瞒，因为他的焦虑是会传染的。你要是跟着他急，那你也离上当受骗不远了。你就记住一句话，
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，你只管吃好睡好，用这种强硬的态度才能镇住他的惊慌。好，前面讲了几种是让你破点财、生点气、操点心，但接下来这2种那是坏了风水、败了家风的罪魁祸首。家里只要出了这么一个人，那是真的倒了8辈子霉。净空大师的眼神突然冷了下来，像2把寒刀。他接着说道，这第5种是尖酸刻薄之人。这类人前世是狐狸，生性多疑，嘴巴毒，心眼坏。这辈子呢，他们说话就像刀子一样，专门往别人伤口上撒盐。佛经里讲，恶口者堕畜生。什么叫恶口？不是说脏话，而是说诛心的话。这种人的脸，哪怕长得再漂亮，哪怕妆化得再浓，你看着也觉得不舒服，透着一股子酸气和煞气。来，我教你几招，一眼定乾坤。1. 颧骨高耸无肉。相书上有一句狠话，叫颧骨高，杀夫不用刀。很多女同志听到这就吓坏了。其实这里的杀不是说拿刀杀人，而是指克制、压制。颧骨代表权势，如果颧骨太高，而且两边没有肉包着，骨头直接凸出来，这种人掌控欲极强，特别爱管闲事，谁都要听他的，不听就闹。2. 下巴尖削如锥。现在流行整容，把下巴削得尖尖的，哎呀，真是把福气都削没了。下巴代表晚年运，也代表包容力。下巴像锥子一样尖的人，度量极小，容不下一粒沙子。你稍微做错一点事，他能记恨你一辈子。3. 声音尖锐，语带嘲讽，这叫生煞。他说话的声音像是指甲划黑板，听得刺耳。而且他们说话从来不好好说。你问吃饭了吗？正常人说吃了。他说哟，我不吃难道喝西北风啊？这就是阴阳怪气。3句话不离讽刺。在我们身边，这种人就是那个移动的是非窝。本来婆媳关系处得还凑合，大家相安无事，他非要去传话，哪怕是亲戚，他也不盼着你好。他跑到婆婆那说，哎呀，老姐姐，你那个媳妇刚才在楼下跟人说你坏话了，说你脏，不讲卫生。转头又跑去跟媳妇说，你那个婆婆啊，嫌你乱花钱，说你败家，结果呢，弄得家里鸡飞狗跳，甚至夫妻离婚，婆媳反目。他在旁边嗑着瓜子看热闹，心里才舒服。他觉得这显示了他的本事，显示了他消息灵通。或者你过得好了，他比死还难受。你家孩子考上重点大学了，大家都在道喜，他冷不丁来一句，哎呀，那个专业不行的，现在大学生满地跑，出来找不到工作的，还不如去学开怪手。你买件新衣服穿上，高高兴兴问他好不好看，他瞥一眼，嘴角往下一撇，这颜色不适合你，显老，10岁还显胖，这就是见不得人好。他通过贬低你来找那一丁点可怜的存在感。大师告诉林东明，施主，这种人的嘴就是给自己挖的坟墓，他们的言语里带着毒素，就像狐狸的诡计一样。这种人见不得别人家庭和睦，非要搅浑水。如果你身边有这种人，经常听他说话，你的家运会被他那张破嘴给说败了，因为言语是有磁场的。那么对付这种狐性人怎么办？跟他吵不行，你吵不过他，他能坐在地上撒泼打滚，骂你3天3夜。我教你一招，叫闭口禅。无论他说什么，绝不接茬。他讽刺你，你就笑笑，假装没听见，走开。他来传闲话，你就说，哎呀，我锅里炖着肉呢，转身就走。记住，只要你不接招，他的毒气发不出来，最后就会憋回自己肚子里去，烂他自己的肠子。家里的私事打死也不说，这是铁律。不管他怎么套你的话，千万别把家里的存款、儿女的矛盾、夫妻的吵架告诉他就等于告诉了全世界，而且是加油添醋版的。把自己家门关紧，把嘴巴闭严，这就是对付狐狸最好的猎枪。讲完了狐性的人，最后要讲的这第6种人，已经被欲望的野火烧得面目全非了。大家一定要挺直了腰敢听，因为这种人一旦沾上，那就不只是破财那么简单了，那是晚节不保。净空大师伸出最后的一根手指，语气变得格外沉重，甚至带着一丝悲悯。这是最后一种，也是最危险的一种。
他们的灵魂已经被欲望的野火烧得面目全非。这第6种是纵欲无度之人，前世是马，放纵好色，贪念欲望。注意，这里的马不是千里马，是发情的野马，是脱缰的疯马。这种人心中没有道德的缰绳，只有一股乱窜的邪火。这种人从中医上看，那是典型的理智烂透了。不管他外表穿得再光鲜，那个虚汗鞋是藏不住的。来，我教你看这种败家相。1. 眼带桃花，眼圈发枯黑。你们仔细看，那种黑不是熬夜没睡好的黑，也不是被打肿的淤青，它是那种像涂了一层炭一样的枯黑，干瘪瘪的。在中医里，这叫肾水枯竭。肾主骨生髓，肾经都漏光了，骨头里都是空的。这种人的眼神总是飘忽不定，看见异性就走不动道，眼里透着一股邪淫的光，或者浑浊的像烂泥塘。2. 脚跟不着地，走路发飘，这叫肿不着地。你看他走路像是踩在棉花上，晃晃悠悠，根基不稳。中医讲肾经起于涌泉，一个人下元虚冷，根基烂了，他就站不稳。这不仅是身体垮了，运势也跟着垮了。3. 面色清惨，未老先衰。明明年纪不大，看着却像个小老头，头发枯黄稀疏，或者是年纪大了，还非要涂脂抹粉，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，一脸的妖气。这种人在50岁以后的年纪出现，那就是灭顶之灾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，说起来都是血泪。有的老先生辛苦一辈子，为人师表，或者是个退休公务员，攒了点家底，儿女也成家了，本来该享福了，结果临老了，晚节不保，被外面那些不正经的女人，或者那种专门骗老人的干女儿给迷住了。这就是脱缰之马，拉都拉不住啊。为了那点虚无缥缈的第二春，为了那几句甜言蜜语，他像是中了邪一样，跟老伴闹离婚，把几十年的发妻赶出家门，把房子卖了，把存款取出来，去供人家挥霍，去给人家买包买车。结局呢，钱被骗光了，身体被掏空了，人家一脚把他踹了，他落了个众叛亲离，流落街头。这就叫色字头上一把刀，这把刀砍的是全家的福报。还有一种马性，就是沉迷于赌博。道德经里说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。这种人已经为了欲望把良心和责任感都抛掉了。今天输1万发誓剁手，明天输10万把儿女的婚房都抵押出去了。你跪在他面前求他，他哭得比你还伤心，转头擦干眼泪又上了赌桌，因为他的心已经被贪欲这匹野马给踩烂了。大师看着林东明叹息道，施主，这种人就像失控的野马，没有缰绳，没有方向，只知道往悬崖下冲。和他在一起，你不仅会倾家荡产，甚至会被他身上的霉运给连累，因为他的气是烂的，是臭的。各位听我一句劝，这种人救不了。面对马性的人，你千万别当慈悲的菩萨，你要做怒目的金刚。如果不幸是朋友，远亲，有多远躲多远，连话都不要多说一句，别沾他的边，别坐他的车，更别借他1分钱。他的磁场是个黑洞，靠近就是死。如果不幸是家人，必须要有金刚手段，立刻马上找律师，做好财产公证和分割。别为了所谓的面子隐忍，你的隐忍就是给他提供赌资和嫖资。如果他要把房子卖了，要用法律手段冻结，告诉他要么去戒赌中心，或者断绝关系，要么到法院戒。别觉得这招狠，这时候的狠才是最大的慈悲。你不切断他的后路，他就永远在那条不归路上狂奔。好，各位，我们要进入最关键的环节了。前面我们的是查病，哪怕你查出来谁是猪，谁是蛇，谁是马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治，那也没用啊。净空大师讲完那6种人，林东明吓得脸都白了。他问大师，那如果我身边就是有这种人，我是不是得跟他们拼了，还是每天骂他们一顿，把他们骂醒？大师笑了，那笑容里全是慈悲。施主千万使不得跟烂人纠缠，你也会变烂。各位听好了，这也是我要告诫大家的。遇到这6种人，上策不是战，
而是守。怎么守？大师给了林东明3个锦囊，我把它总结为3味救命药。这3味药不苦，但是很猛，你要是能喝下去，保你百毒不侵。第一味药，物理隔离，不与病人争长短。首先我们得明白一个物理学的道理，也是中医的道理。这些带兽性习气的人，他们身上的磁场是混乱的，是负面的，是黑色的。你如果去跟那个贪得无厌的猪讲道理，去跟那个阴毒的蛇吵架，你以为你在伸张正义，错，你是在给他输血。在中医里，生气叫怒伤肝，争执叫耗心神。你跟一个烂人纠缠半小时，你消耗了阳气，吃2只老母鸡都补不回来。而他们呢，他们是吸血鬼，你越生气，情绪波动越大，能量场越强，他们吸得越开心，觉得你这人好玩好欺负。所以我的第一味药是物理隔离。具体怎么做？分2类人。一，对于朋友、邻居、远亲，点头之交，面子上过得去就行，绝不深交，绝不共事，绝不借钱，绝不听他抱怨。他说话你就像打太极一样把他的力气卸掉。慢慢的，他觉得在你这讨不到便宜，也吸不到能量，自然就去找下一个倒霉蛋了。2，对于躲不掉的血亲，这个最难。如果是父母、儿女、伴侣，怎么隔离？学会一招，把亲人当客人。你想想，家里来了客人，你是不是客客气气的？客人说错话了，你是不是笑笑就算了，不会往心里去？这就叫心理隔离。该尽的义务我们尽到了，饭给做了，钱给了，但心里那扇门要关得死死的。别把真心掏给他，别把秘密告诉他，别对他抱有希望，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。无论他怎么跳脚，你只需微笑着看着他，就像看戏台上的一只猴子，你不入戏，他就伤不到你。第2味药，禅定观心。林东明又问，大师，我有的时候哪怕躲开了，心里还是气不过，还是恨得牙痒痒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怎么办？净空大师点拨道，这就需要用上古圣贤传下来的禅定观心术了。大家别一听禅定就觉得是要去庙里打坐，不是的。我教你的这个法子，你在买菜、散步，甚至做饭的时候都能用。这其实就是一种内观。当你遇到那些让你恶心、愤怒的人时，不要急着骂人，先做个深呼吸，把注意力从那个烂人身上收回来，放到自己心口窝这里。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？是因为我贪图他的回报吗？是因为我太在乎面子吗？是因为我也想占点便宜没占到吗？这就是孟子说的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各位，这6种人其实就是6面镜子。你之所以会遇到他们，甚至被他们伤害，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也有一个小钩子，正好勾住了他们的业力。这叫同频共振。如果你内心无比强大，正气凛然，那个阴暗的小人根本不敢靠近你，他靠近你，他会觉得浑身难受，像冰块遇到了火，化了。所以观心就是杀毒。当你把心里的贪念、嗔恨、愚痴给清理干净了，你自然就对这些免疫了。第3味药，慈悲转化。最后这一味药最难吃，但效果最好。净空大师看着林东明的眼睛，缓缓说道，施主，当你真正看清了因果，你对这些人产生的不应该是恨，而是怜悯。你想想看，那个贪得无厌的人，他一辈子活在饥渴里，永远不满足，多可怜。那个尖酸刻薄的人，满嘴毒汁，众叛亲离，每天活在嫉妒的火坑里，多痛苦。那个纵欲无度的人，身体搞垮了，福报败光了，死后还要继续堕落，多悲惨。他们是在受刑啊，他们的灵魂被锁在那个兽性的牢笼里出不来，他们控制不了自己，他们才是最不自由的人。当你能用一种看病人的眼光去看他们时，你的心态瞬间就变了。你走在街上，一个精神病人冲你喊2句，你会生气吗？你不会，你会觉得他病得不轻。这就是慈悲心。一旦你升起了慈悲心或者怜悯心，你和他们之间的那根因果线啪的一声就断了。因为恨是连结，慈悲是超越。你站得比他高，你就看着他在泥潭里挣扎，你不会跳下去陪他滚一身泥。你这口气顺了，你的阳气就足了，你的运势就回来了。林东明听完这一席话，
看着手里那杯已经凉了的茶，突然觉得心头一热，豁然开朗。他给大师深深磕了3个头，背着柴火下山了。夕阳照在他的背上，那脚步比来的时候轻快了不知多少倍。好了，最后我要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几句。经常有人问我，老师，你看我要不要把家里大门改个方向？我要不要买个紫水晶洞聚聚财？我要不要请个貔貅镇宅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些都是术，是皮毛。这世上最厉害的风水，不是你家大门朝哪开，也不是你家祖坟冒没冒青烟，而是你的心。佛家有句话叫依报随着正报转，什么意思呢？正报就是你自己，你的心，你的德行；依报就是你身边的环境，你的家人，你遇到了朋友，你的运气。你变了，世界就变了。你这个人如果是善良的、慈悲的、光明的，那么你身边的磁场就是正的。哪怕你住在一个风水很差的破房子里，因为你这个大善人住进去了，那个地方的风水都会变好。这叫福人居福地。反过来，如果你心里全是算计，全是怨恨，全是贪婪，哪怕把你放进皇宫里住，那个风水也会被你弄坏。这叫福地福人居。为什么有的人走到哪里都遇贵人？因为他心里装着别人，他懂得布施，懂得感恩，懂得吃亏。为什么有的人走到哪里都遇小人？因为他心里只有自己，总想占便宜。所谓的6道轮回，其实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。你一念贪婪，你就堕入了恶鬼道，那你招引来的肯定也是恶鬼。你一念嗔恨，你就变成了毒蛇，那你身边肯定也是毒蛇缠身。你一念慈悲，你当下就是菩萨，菩萨身边都是莲花，哪来的妖魔鬼怪？所以各位想要家里风水好，想要晚年身体好，子孙孝顺，不用花钱请大师，也不用乱吃药，把家里的地扫干净，把心里的灰尘擦干净，多说一句好话，少发一次脾气，多帮一个人，少占点便宜。我送给大家12字真言，这可是无上的风水阵：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。有了这个阵，什么妖魔鬼怪，什么猪狗牛羊的习气，统统都不敢近你的身，因为邪不压正。说到这里，我相信各位心里都已经亮堂了。因果不空，善恶有报。今天我们能在这里结缘，那就是我们累世修来的福分。我只希望大家都能远离恶缘，福慧增长，晚年安康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我邀请大家在留言区留下一句善言，哪怕只是简简单单的4个字：吉人天相，或者阖家平安。这不仅仅是一个留言，这叫口吐莲花。当你打出这几个字的时候，你的心是善的，你发出的念头是正的，这一份善念就是一颗金色的种子，种在了你的福田里。所谓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这么多人一起祈福，这个正能量的磁场是巨大的，它将来一定会开出最美的花，结出最甜的果，回报到你和你的子孙身上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